大家好，我是 DJ 汉堡。那今天我来到哪儿？来到合生汇。为什么来这儿呢？那正如我上期所说啊，我在国贸工作那段时间呢，有国企工作的时候，我在合生汇，也就是九龙山这个站住了1年啊，比重庆住时间还长，所以这个地方也有很多记忆在这儿呢。那这期呢，主要带大家来转一转这个区域啊。这个区域呢，属于是北京的。我靠，双井和劲松街道交界吧，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就是广渠路，大家没有看到没有？这个就是广渠路啊。那它在3环外了，对吧？路一般都是3环外，然后这个地方主要接的是这个，也就是我工作那个地方，北京国贸啊，亮马桥这边的上班族的这个外溢，一般都来南边，北京南边的房租比较便宜嘛，相对来说，但你要跟别的城市比，都不便宜啊，这边会便宜一点。然后呢，加上这边有很多这个地铁，比如说这个7号线呀、14号线呀都在这儿。然后这还有一个北京的顶流啊，现在在高德地图上是 No.1 的一个商场，叫合生汇啊。那我刚在这边吃了个饭，也录了一些素材。一会儿大家从合生汇吃饭这块地铁站出来，一直到双井站，我大概录制一个过程，给大家讲讲这个区域我居住的体验啊。然后这个区域我离开了。也有快2年了吧，然后应该也有挺多变化的，很多地方东西拆了，很多东西建了，所以进来大家转转吧，大概给大家小讲一下，也不算讲了啊，就是也是回忆一下吧。当时也算是，因为正如我所说嘛，我说的我在北京市区东西南北都住过的东，就是在这个国贸，就是在这个九龙山啊，还是有很多回忆的地方，好吧？那大家就跟着我的第一视角。来看一个很长的视频，好不好？因为我做的是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纪录片吧，也不一定就是为了流量，对不对？如果让我在开头就做一个总结呢，我认为这是北京市区，最便捷、较繁华，然后最有性价比，居住相对来说比较舒服的，也是他们最乱的一个地儿啊，相对来说比较乱的一个地方，好吧？那具体为什么，大家就跟着我的视频一块看吧。你一看到这儿，年轻人很多哦，这块年轻人最多的地方，这国贸啊、九龙山啊、大望路啊，对吧？就具体来看我的第一视角吧。这个米村拌饭性价比还挺高啊！我靠，我都没合生汇这个街区没超过30块钱，然后这吃饱了。这个石锅拌饭，以前这个北京的石锅拌饭是华天是吧？我记得华天集团是什么品牌来的？还是这个挺有名的，在这个合生汇地下1层的这个21街区啊，合生汇现在又是北京最火的商场吧，它应该是排第1啊。看今天是工作日啊，这个人还是非常非常多的。我故意挑点这个人少的这个路线，要不太好拍摄。这个21街区就各种小吃的。也有这个品牌的这种大吃的，他好像不是开了一个那个川渝的那个烤酱吗？这样开了，就是北京第1家店在合生汇，所以一堆人都在排队啊。说为什么我要拍上合生汇呢？因为合生汇就是我在住这边的时候，我点的这些外卖啊什么的，就基本上都出自合生汇啊。当然了，北京合生汇，也是九龙山这边的外卖区域，也是我点过外卖最贵的一个区间啊。基本上都得在50左右，就你吃一顿。这个烤酱啊，这不川渝遍地都有吗？然后在北京开的巨火啊，就是这么个状态。刚刚我说的九龙山这个区域呢，在这个双井、劲松的这个交界处啊，包括评乐园，那它承接的主要还是这个北京国贸，也就是我上一期这个视频一些工作人群的外溢，他们的租房嘛，对吧？基本都住在这边南边嘛，国贸的南边会便宜一点。然后开个合生汇也是很综合性的一个商业啊，你看什么游戏厅啊，这种潮牌啊，卖衣服的呀、奢侈品啊，卖车的什么都有。然后它跟这个北京的汇聚，那汇聚在西红门那块呢，就是北京的第2个人气第2大人气的商场，在南边，同样一样啊，都是这个接地铁的啊。这个当然了，合生汇这个地理位置更为优渥啊，它比如说接了一个这个。7号接了一个14号，说呢这个商场是非常不缺人的。你看它有好多层吧，6层还是7层，对吧？地下还有几层，也有车库什么的。然后这边你也看了，这个我拍的这个人群，你也能感受出来更为年轻的一个群体，对吧？
年轻人比较潮流的，因为这边离这些潮流的地方比较近嘛，比如说三里屯啊、工体啊、国贸啊，对吧？更偏向于这个时尚人群吧，而且一个是离这个广渠金茂府比较近，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百子湾啊，对吧？北京的这个百子湾，这我就不多的这个过于的详细的说了，就是什么人都有，但都更整体来说是偏向于这个年轻人的啊。基本上北京有餐厅，这个合生汇都有啊。而且我说了，它离这些比如说广渠金茂府啊、百子湾啊、国贸啊、工体啊、三里屯这些年轻的人群比较多。你一看这个在这块打车的人，对不对？都是比较年轻的人。你像如果说你去个什么比如汇聚更多的是南边的，住南边的一些就是亲子啊，就是一家子来玩的。你看这边整体都是年轻人。各位说这个地铁太重要了，这个地铁14号、7号九龙山站就在这儿，然后它附近，比如说再往西边走，往前走是10号线双井，对吧？这也是一个环线，10号线和7号线，然后往那边走14号线，对吧？是平罗园站，然后再往北头是大望路1号线和14号，就是说，它就这个附近这个区域有很多个地铁线路在这边，所以说交通很发达，然后离这些刚刚我说的，对吧？刚刚那些三里屯那些地儿啊，很近，所以在那块工作人群这种，我统称为时尚群体吧，带引号的时尚群体都在这边，所以说，因为我在这边住了大概是1年多，整1年的时间吧，其实比在重庆住的时间长啊，因为当时一直对这个北京那个东边市区一直想居住一下，赶上正好在这边上班嘛，就是正如上一期所说，所以我说得那边有一个合适的这个就是房子，我就租了一下，感受了一下啊。然后这个九龙山站就是每次我下班上班，如果坐地铁的话，就是在这个站来这个坐车，对吧？当然了，有时候我也会转，或者说有时候我直接就骑个自行车啊，或者说骑摩托就去单位，也是很正常的啊。然后这边就是这个珠江帝景，我操，珠江帝景多少钱？10万多，10多万这个房子。然后包括那边首城国际 这个住宅区和 A 座商业体，我在那边剪发，在像这个地区消费是非常高的。这边剪个发，男士剪个发便宜的大概是99块钱，这是最便宜的，这是最便宜的。你在北京别的地儿你不会花这么多钱啊。然后你也在看到这是广渠路啊，这是广渠路。然后到3环往里走就是广渠门大街，对吧？然后再往里走广渠门内大街，这个就是跟我那个上一期说这个建外大街、建国路，对吧？建内大街是一模一样的啊，都是命名广渠路嘛。广渠路呢，同样啊，这个往东，我离职那年，包括我当时开公车那会儿的时候啊，咱这都是上单位，不是说了吗？在通县嘛。然后我就也都走过啊，这个一直也是到通州，但它不是通州的老城区了啊，应该再往前走，到那个叫什么来着？这广渠快速路啊，上广渠快速路一样就往通州了，它还有一段是地下段，是这样的。那这个区域早间呢，整体来说，可以属于是乡村吧，在这儿拆迁呢，我觉得还是挺爽的啊。你像这边更多是工厂。这边更多以前是工厂，你像这中央帝景啊，这些楼全是建在，包括合生汇可能吧，首城国际可能都是建在工厂上，当然这很正常。你说城市化开发哪个不是建在坟地啊？海淀好多地儿建坟地上啊。这个只有北京的传统二环里是一直都这么多年几百年，对吧？或者上千年几百年都是城区啊，其他地儿二环外都是农村，都是工厂，都这么改造的。离职那一年，有一年我就没事闲的，我就从这儿。那会儿晚上我就骑自行车，然后去五道口，然后回来的时候也是自行车啊。回来以后坐公交，然后你走这个珠江帝景的这个南边，有很多的这个就是工厂的遗迹，你知道吗？就你现在在这块不敢想啊。看小红书还有人吹牛逼说这儿是这个东京的什么新宿，类似于东京的新宿什么涩谷之类的。我这纯扯淡，你绝对是没去过东京啊，差远了啊！但是这个地儿的确像是这个北京比较繁华的地方啊，这就是合生汇。这是它这个正面是这样的，你看这个今天是，对吧？周三晚上的6点半这个时间吧，宇宙量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如果你是这个年轻人租房，你大概率也会租朝阳吧，对吧？当然朝阳它有很多的跟郊区差不多一样的地儿啊，但这个朝阳现在4环里都是不错的。但是你要说什么，我靠，什么东坝可能现在好点，有2条地铁线，以前就真的不咋地了啊，那边特别远。比如还有那个朝阳环形铁路那边，就是这样。所以大家你看因为我是现场在录啊，所以你可以看看这边人群非常年轻的。如果说你在别的什么西单呀、金源呀，五道口排除，五道口因为都是学生大学生嘛，然后什么像万达呀、丰台什么的都不咋地啊。哎，跑了，看看跑了，跑了，这肯定追不上。再看看这个合生汇啊，看看合生汇，逮着一个嘛。这会儿有时也可以逮摩托车，逮金币摩托车，我还录过一个，对吧？幸亏那天没骑，但是现在已经是，不怎么骑了。我刚才没说完，这条你看这个五洲妇儿医院啊，一直往南，就能到这个大概在是不是叫什么鸿雁什么路，鸿雁东路、鸿雁西路什么，具体叫什么忘了啊？就是平乐园那个地区啊，平乐园那个地区，再往南潘家园那块是可以到首都的，首都图书馆，对吧？这个那会儿我骑自行车嘛，因为住这附近，经常就骑这个自行车，就来回这么骑，是这么骑。然后这个一直往北边呢，就是大王路啊，看到没有？这现在是西大王路，并没有大王路，但是有这个西大王路，一直往北就能到国贸啊，就能到那个华贸，对，华贸吧，是叫华贸 SKP 那一段，那边 SKP 就是北京最顶奢的一个商场啊，也就是14号线的这个移动的这个路径就是这样的。看这个路口还是挺乱的，各种车各种人。然后这边呢往北还能继续往北啊，继续往北就是往那个我操，长安公园那方向了啊，长安公园那方向走了啊。但只有这几个大路是可以过去的，因为这个到国贸那一段是有一个通惠河和铁路阻挡着的，你是过不去的啊，只能是走这种大路才能过这个河啊。这个通惠河大家也知道，通惠河可以直接就是一路从这个东2环经国贸，然后走这往东，就直接到通州了啊，直接到通州完了到潮白河，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这首都实业这都改造了，以前这都是底商啊。然后那边应该还有个麦当劳啊，我看看麦当劳还在不在？麦当劳应该是在的，麦当劳应该是在的。然后那会儿有很多那个网红明星，我记得开那个什么火锅店吧，就也开在这附近了。这边也住了挺多的那个明星啊、网络红人啊，对吧？因为年轻人嘛，在北京还是希望时尚点的地方。北京时尚的地方并不多啊，这个并不是上海，你要知道，对吧？而你像海淀现在房租那么高，都是这帮互联网他们瞎炒，把这个房租，因为他们有房补嘛，就给这帮以前像五道口这么偏僻的地方都给炒贵了啊。当然五道口的朋友别生气啊，五道口的我很羡慕，五道口土著可以拆迁啊，五道口拆迁，像五道口啊，包括双井劲松这边拆迁，以前的这个北京的3环到5环，就是以前的村，以前的城乡结合部拆迁是最爽的。2环里其实反正没落到什么，因为2环里那会儿拆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就是房地产的商品化，房价起那么高。在3环到5环拆的时候，这个已经是商品化的比较严重了，所以房价就高了。那一拆好几套什么的，那不就爽了吗？然后这个是地铁九龙山站的另外一个口啊。为什么我单独要照一下这个口呢？因为我记得离职那一年有一天那会儿是暑假嘛，应该就2年前了，那个暑假也是下着雨嘛，我就因为那会儿我这种电动车什么的我都拿过来了嘛，我就把电动车停到这儿，然后那会儿还穿了一拖鞋，然后我记得我是去哪儿了啊？我去的那个门头沟，石景山门头沟那边找我一同学，因为那会儿发大水了嘛，那年是23年的7月份6月份发大水了，那首钢大桥底下整个那公园全给淹了，这个我也录过街景啊，你们也可以去看啊。穿一拖鞋结果还磨出泡来了，为什么我到这儿？这都有记忆的，如果好久不来就忘了这些事儿了，对不对？因为我在这儿生活了1年。哎呀，买了一瓶水，在这个便利蜂啊，这个便利蜂，因为它就在就是在这个地铁站那个口嘛，所以我经常来这块买东西。那接着刚才像我所说的，对吧？我这个
坐这个7号线，然后再换1号线到伦敦沟，对吧？看大水，因为那年辞职了嘛，那会儿这个工资还有点钱呢，然后就是也有点存款，然后就是闲，真是完全闲了一段时间啊。然后呢，我还坐这个7号线，一路呢干到了花庄。7号线的花庄就是环球影视那块儿吧，就是环球影视那个影视城呢，我一直没有去过啊，但是我坐到那附近了，那边看了就是花庄站吧，还是它终点，应该是它终点站吧，就是那块儿真的是比较北京乡村的地方，我还是非常羡慕那边的拆迁户的，什么时候把我家房子也拆迁了。然后所以说这片的7号线的最那头和这头我都坐过啊，都坐，因为7号线的最西边是北京西站啊，就还没西延呢。东边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花庄，如果没记错的话啊，这条路叫东九路，但是我觉得这路牌以前我怎么没什么印象。然后你看这块现在非常的宽敞啊，我靠！但以前绝对比这个窄太多了。以前我总觉得这肯定是拓宽了，以前没有这么宽的。以前这块开得特别窄，应该可能就这一条道路，或者就到这儿，宽了很多啊，明显感觉宽了很多，就是这样。然后刚刚没说啊，广渠路，也就是这个建国路的南边的一侧，同样这个我看这怎么说，平行的道路啊，同样当然了，广渠路再往里走，这个广渠门过了3环，过了双井桥，就是广渠门外大街，然后呢到广渠门内大街，就是这么个状态啊。这个九龙山路口西，那会儿我也经常在这坐公交车，这块有到劲松的，然后到这个宣武的，到四惠的，对吧？到崇文的都有啊，国贸也有，都在这儿。但是我一般就是不会这个在这儿坐公交车啊，太费劲了。一般就骑个车就过去了。你看它也有到这个就是体育场路，那就是那个叫什么中国国家队啊，就那边东二环里边那个崇文天坛那边吧，应该没，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像这个7点、9点、17点、19点工作日，这公交车道，这工作日这都是后来我离职以后才加的，就是工作日允许走公交车道，不然北京以前我靠那更堵了，你知道吧？哦，这个，我天哪，这个家乐福没了啊！为什么我对这个家乐福很有印象？你看现在家乐福是完全重新建了一个，发现没有？这个新楼在建啊！以前好像说，以前是看要弄成什么京东，反正这边这就是以前一些北京的老人或者中年人经常说北京什么越来越规范啊，但是烟火气越来越少。这个很多东西现在我们也能开始感受啊。为什么刚才说这个家乐福我很有印象啊？因为这个家乐福是当时我搬到这边，刚搬到这边，我买东西吧，东西不全，怎么办呀？你说家用的什么东西，我只能在家乐福买啊。这家乐福特别老，然后这底下还有那个永和大王吧，我记得是永和大王。那会儿有时候就会喝个豆浆，然后李先生是吧？什么牛肉面，然后就这些记忆。然后包括那物美里头，还家乐福里头老有一个中年的一个哥们儿，经常那收不收会员卡啊，好像经常说。然后这块有一个老头，是这个经常推这个流浪汉啊，经常推这个车，推着一个那商场那个购物车那推来推去。这都是当时我印象，你看一瞬间就完全回忆起来了。看看这边的拆迁，就是拆的东西特别狠啊！你看这块了吗？这个荒废的这个楼，你看北京的晚高峰就是这个德行。这个楼，在我当时住这边的时候，已经就这样了。这一片，这些小平房，就已经全给它这个干倒了，已经都不让开了。然后你看这个围挡一直也在。这个那会儿这边早上那会儿骑自行车特别乱啊，这就是往双井那方向。一会儿咱们就在双井站这个回去啊，大概就是我就给大概走一个九龙山到双井，但是我会能往北能往南的给大家这么转一下啊。因为说完全做这个双井劲松，当然劲松我可能会出一期啊，因为劲松跨度比较高，它三环外也有点，三环里也有点，那可以单独出一期劲松。劲松有很多老社区啊，对不对？包括潘家园什么，北京很多东西可以出啊，不着急，对吧？这条道路我那会儿我也经常拧个电动车就在这骑啊，这边都拆干净了，我操！
你看这人还有小平房呢，在这儿。那会儿都是这个小平房，都是这样的。但这个围挡很早就围了，所以你看人行道它特别窄啊，走路不太舒服这块。你骑个自行车、骑电动车比较舒服。辞职以后干了很多事儿，就如果不，就像我上视频，如果不辞这个工作，那你们也看不到我现在做这个 vlog 视频，我看不到我去了2次重庆，还有各种一些音乐视频，你们可能也都看不见了啊，教学视频都看不见了。那可能，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因为这两期视频是我在这个同一天拍的，我还没想好那个标题起什么。我可能会起的一个题目是什么呢？就是说，裸辞这个北京国贸国企正式热量金的国企后不后悔？反正你要让我现在回答，我肯定是不后悔的啊，因为你的这个人生的宽度啊，当然说人生有点远，但是说你在这几年这个生活的宽度是拉高了很多的，是拉高了很多。你要在国企的话，一直都是这样，是能跟别人吹牛逼，对吧？你哪怕真是说，比如说，虽然说这个什么相亲结婚，我觉得对我来太远了，但你要这东西，你跟别人吹牛逼太容易了，太加分。但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现在没有任何必要，你知道吗？而且就是说，两点一线这个生活吧，确实枯燥啊，不像你看我现在每天想干嘛，对吧？但所以这一切来于你有被动收入啊，一切来说你有被动收入，你要没被动收入，你最好还是要琢磨。就是我在半理智半情绪化裸辞掉这工作以后，的一些这些感想啊，所以说你还要做一个自己的规划吧。当然了，你也可以说我的规划就是没有规划，我觉得也对，这也是一种规划，对吧？我在一定程度上我也走这种规划路线啊，就是这样的。刚刚说到对吧？然后那年我就正好辞职了嘛，我说他奶奶的，我也不管了，我也没管几点。你看晚上平常的话，比如说你这个7、8点钟8点钟下班了，你还去哪儿了？你赶紧回去睡觉吧。我那天呢，那夏天正好也热嘛，也是就是也比较凉快。晚上我就一路看没有，从这块路广渠路一路骑自行车干到了通州朝阳的交界吧。我靠，来回骑了多长时间？2个多小时吧，就骑自行车啊。就是对这个北京的东边进行一些探索，非常有意思。北京，如果无论你是本地人还是北漂的话，你可以其实来咱东边住一住，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幸福感相对来说比较高啊。虽然你很可能会受到这个消费主义，对吧？精致消费主义的这个影响，好不好？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吧，这边会更舒服一些，年轻人更多一些。你要住什么海淀啊、丰台，我操！丰台有一期我必须得吐槽啊，刀要得出啊，所以就干到通州去了。那边就能看到那个老朝阳的感觉啊，各种大工厂，还有呢，那叫什么地儿啊？我靠，这东边特别东的地儿，我真的都叫不出来名字来啊。北京5环里还都是能叫出来大概地方的，因为的确是5环里在同龄人之中啊，咱不跟老人比吹牛逼，但是在同龄人之中，我的确是了解比较深啊。而我是比较喜欢看一些城市的这些建筑风格啊，观察细节上的东西。这个就是这个家乐福，我的天！哎呀，现在你知道现在是什么味道吗？就是那种装修的味儿，就是你新家装修以后那水泥的那味道吧，还是什么味儿？你看看，就是这。这以前那块那会儿快关的时候特别脏乱啊，老头经常推这个车。就在这转来转去的，精神不太正常。然后他还老去那卫生间，那家乐福的那卫生间，洗澡还是干嘛？洗身上，是吧？这是我那会儿的一个记忆。这就是那个家乐福。我天哪！曾经这里还是挺热闹的，现在已经没什么人了。是吧？这就是我说什么李先生牛肉面啊，什么那些餐厅，永和大王就在这块儿。你看现在已经是完全都在改造了。然后你看这个也多，这个小楼，我们以前这是一个练拳击的地儿，你看离国贸很近啊，看这是中关村吗？对不对？上期给大家拍的这个内容很近。当然我那会儿晚上就骑自行车嘛，这边骑自行车还挺爽的，骑自行车更爽啊。你看，但是这个都是新加的，这什么玩意儿？加了一个这个，这广场都是后改的，以前这是一个就那种就你知道吧，就是00年左右那种是物美啊，北京的物美啊，家乐福那种市场，它外面停车嘛，可以推车。然后它有那个阻挡购物车那个栏杆还保留的，那会儿是这样的，还保留的，现在已经都没有了啊。然后到这儿呢，就是九龙山路啊。刚才因为大家知道我这个视频啊，可能如果你是 IP 在北京的朋友们，你可能对我的视频不太了解。就我这个视频，我全部是即兴的，我都不会
提前演讲我要说什么，我就是即兴的这些表达内容啊，只是我后期会剪，但是说什么就是什么了，就没法，基本上不加内容。这一块就到了我住的地方了啊，看没有？当然我不是住省国际，就是附近的一个小区，我也不说是哪个小区了。然后这就是九龙山路，刚才呢没说透啊，刚才这个我说一路往南不是到什么劲松到什么晴乐园吗？那个应该准确的再往南应该是什么农光里，是一个老的塔楼社区啊。然后再往南就是南磨房乡，南磨房是个乡，南磨房乡哪个还是南磨房乡的地儿？是这个首都图书馆也是南磨房乡的地儿。首都图书馆那个区块正好是南磨房乡凸出来的一块啊，那个地方是在那块，就潘家园那块。那旁边它附近就是双井就是劲松街道啊，就是劲松和潘家园街道，是这样的。我的推测是因为应该是以前，比如说这个劲松、双井潘家园这几个街道，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平房这个南磨房乡里就是画出来的？一般就是这种推测，我觉得应该是比较靠谱的。这个看没有？这个劲松道也是非常热闹的。九龙山路，你看这是九龙山路啊，这个一路往北就可以到那个我说的。刚才我刚刚在大望路那个新大望路不是说了吗？你在这个这块的话，你要往北走的话，你要过铁路桥和过河，只能走大路。这块你往北就会被这个火车道给阻挡了啊，就会有火车的那边。然后前面你看这些楼，现在大概在我最近没看了，2年前看是9万、10万多吧，11万都有。然后你看特别奇怪啊，广渠路是这个北京双井和劲松的这个分界啊，就这边这个街道属于双井，看没有？过了这广渠路，这个山小吃什么的，再往那条线过了这条路，这个横向的东西向的路呢，就是劲松街道。这个我经常那会儿骑车上班的时候，我就在这儿骑车啊，因为这边会更安静一点。3环巨堵巨乱，各种电动车。那北京感受过早晚高峰，你都知道，这边车会少一点。然后这边呢，也是我认为就是北京，其实我认为非常舒服的一个区块吧。整体我说的就是比较南方啊，比较南方，比较精致，比较江浙沪一点啊。虽然我也没怎么去过江浙沪，去过杭州什么的，没怎么去多的江浙沪的城市啊。但我认为这块会稍微精致一点，越往北走越精致啊。然后一到铁路就没戏了，又到国贸那个感觉了。这边会安静一点，有点闹中取静的感觉。这离国贸啊，离三里屯啊，对吧？这些玩的地儿，年轻人玩的地儿都非常非常近啊。你看这块居住的区域也很多都是南方人，然后这个定居北京的人特别多，所以这个整个片区也是挺南方的感觉，非常明显的一个感官。这个就是当时很多这个南方的老板买楼，因为当时这块就跟农村一样嘛，买的时候就是很多南方人聚集在那儿买了，结果现在这块很精致。但我说农村的时候那是很早之前了，最早北京的东边是这个非常非常荒的地区啊，东边肯定是没有海淀，因为海淀是学院所在地嘛，对不对？学院在这儿，那这个丰台那会儿还属于相对来说还辉煌一点呢，对吧？什么铁路啊，军队大院啊，对吧？不都在这边吗？那朝阳那会儿就纯的是比较乡村的地方，但是现在这个完全是今非昔比了啊！然后我就自己走一半，你看，你发现没有？这个其实没走几百米，没走多少米，对不对？你看这个路口，在前面，你会突然觉得这个区域非常的怎么着？非常的安静，好吧？非常的安静。但我不多走了啊，我也不会给大家看房，我也不是房产中介。但是如果有这个房产的老板，或者说将来我可能也会做一些，因为我想把它做成一个比较综合的频道。车啊，什么摩托车，因为我也都开，我也都骑嘛，对不对？房子这东西我也喜欢看看片区啊什么的，这边还是比较舒服。你看这边就很安静，对不对？它有噪音，就是什么跑车啊，什么摩托车、炸街什么的比较多。你看这边突然就安静了，而突然你看没有，干净了很多。你看这感觉，看那质感了吗？我不用说质感要特别好，对吧？那不至于。但你看人家楼，咱看一下啊，你看。你说就在什么九龙山广渠路那块敢放一个，当然现在这他妈也荒废了啊，这书香朝阳，你说那会儿敢放一个，我们不敢放吧？这边你看又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居住区了，你看这个楼的品质，大家能看出来吗？这就是我平常观察这些东西啊，今天给大家做一个反馈。但是我这个视频能做的就是一个视频能说太少了，我也说不了太多，然后我就往回走了啊，这个可以一路往北，这边就都是这种感觉，所以我就双井这块，其实这就属于百子湾地区，
还是挺舒服的啊。当然你们说什么百子湾的这个什么禽类啊，或者什么特殊的行业，我也没感受过啊。我对这些，我对女的感兴趣，但我对那些的确是不感兴趣，好吧？就是这我也不太清楚。那一直有这个传闻，但是你说真让我在大街上看见，那我觉得没有，也可能也不是那个时代了，好不好？那就不走了，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劲松，就是还是回到广渠路啊。然后双井这个片区呢，怎么说呢？因为九龙山这块大概就是这种状态啊。如果要细致的，以后再说吧，好吧？以后看有没有机会再做。这个一直往北，刚才我也说了，到铁路就是有一个有军队的大院站岗的一个地儿，就到头了啊。那边还有什么，就是做展览的场馆吧，也有挺多的啊，像什么苹果社区都在那边。不看了啊，这就不看了，咱们要回到热闹的广渠路了，好吧？一到广渠路，立刻感觉就会变化的感觉啊。刚才我也说了，这是双井劲松的交界，这条东西的干路呢，把它分割开了。我看看啊，首钢国际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看看看不看，我扫一下啊，给大家转一圈，给大家看一圈吧，给大家看一圈。但是咱同样呢，咱也不深往里挖啊，因为劲松双井以后可能还单独出视频，好吧？但是给大家绕一下，咱不直接这么往西拐，而是往里这么兜一下，因为那里头我也很熟嘛。因为当时就是我在这个交界处住的是劲松啊，不是双井这边，因为这边房租会更高。没必要，对吧？就差这个几十米几百米的，对不对？而坐地铁你都得往那边，要不往这个74的，要不往10号线啊。呀，看这一盘餐馆，天哪，这都不认得了，好多。这个沙县小吃那会儿我记得是个日料吧，手擀面在，这个什么针灸采耳足道没印象了。老金记在，一会儿咱可以买点炸串啊，因为老金记我住的那地方现在没有，然后小炒肉没有。最近小炒肉在北京特别火，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现在都特别爱吃小炒肉了，各种品牌。蜜雪也没有，全没有。你看那边有什么螺蛳粉，我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啊？这都变了。这个他妈底商跟那个北京工体西路六号楼一样，那夜店也老变了。工体也会出，三头也会出啊，不着急。然后为什么刚刚我说的没错的？刚刚看见，如果你看我录的街景那些内容，你会发现那边写的是双井街道，你自己看这块哪儿？这边就变成劲松了啊，就是这条，看没有？广渠路，哎，完整的把这个劲松、双井给割开了，但是并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我操，这都是这么割，不是？北京这个街道的划分也一会儿凸一块，一会儿凹一块的，这不能说完整的这么说啊，好吧？所以看我的视频，顶你，无论你本地人，如果你不关注，你关注可能跟我差不多啊，在这片区。但如果你是北漂来这打工的，或者来工作的，你看我这个视频，顶你在这5年啊，真的不夸张。你也可以对你的居住片区多了解一下。这个就是广渠路23长航班机店，我也坐到终点站。这个到这个虎坊路到宣武的2层公交。我录那个视频的时候，我就在这个，看没有？在这儿坐这儿录的嘛。这个到这个是马圈，马圈是这个也是崇文的一个地儿吧，现在就是东城啊，就我们叫崇文啊。哎呀，感慨啊！我靠，那会儿还在这上班呢，我天哪！那会儿国贸啊、双井啊、劲松、潘家园、亮马桥，平乐园，然后这个什么，东边的都去。工体三里屯我们大学，我当时做那个 DJ 的时候就已经去了嘛，学生的时期。然后包括那边的通州、通县会看一看。所以那几年就是我对北京的东边探索就基本就完毕了。然后你像大学，我是在这个北边吧，算东北，大学是在东北啊。最远到有一年在那年校区在这个昌平北七家，这我可以直接说啊，北七家那边。然后有一年是在这个有3年是在这个樱花园少校区那边啊。所以说，这个北京的东西南北我都住过啊，西边和南边的居住这个我不会过早的说啊，因为属于我自己正在居住区域，我不会过多透露。但我住过的可以随便说，是不是？你也找不着我呀。好，过这马路啊，哎呀，这边，就那会儿那个当时工体看完演出，你看我住得远的时候，比如住西边住南边的时候，我靠，你还得打个车，
花个这个几十块钱来这个回家，或者你直接旁边找个酒店睡一觉。这我操，直接蹬个车，我就一路这么蹬车就蹬过来。比如说你看工体，就工体西路，然后沿着那个三里屯一直到团结湖，团结湖走那个3环，可以从这个一会儿那边过来，也可以这个走这条九龙山的路啊。北京这电动车，我操，快他妈成灾了都。当然我看那南方那个什么广州啊，什么昆明啊、深圳啊更狠了，我靠。然后按理说我应该是这么走啊，可以到这个双井。我给大家绕一下首城国际啊，给大家绕一下首城国际。然后这个叫营盘沟路啊，这你可以看听这名儿吧。你看北京好多地方特别土，因为那会儿的确这边都是农村啊，对吧？这个所以就是这样的。北京算是一个北方的一个飞地了，还算发展比较好的。你看山河4省、内蒙、东北算是这个重工业不行了以后，反正说实话，差距都挺明显的，对不对？这就是多走的好处。好了。然后呢，这块呢就到劲松的这个范畴了啊！你看，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这个双井劲松街道，就隔一条街，对不对？你看有差异啊！这边还属于劲松比较规范的地儿，相对来说比较规范的地儿。然后这块你看，这都是这以前都算违停啊，现在可能不算了。以前这块就全是那个味道啊，都特别味儿啊，现在都治理好多。这边有垃圾站。然后这边就首城国际的 A 座，我那会儿还在这剪发，99块钱，我刚才也说了，对不对？然后这边就是首城国际，然后再往南头，应该是我给大家看啊，我不往那边走了啊，看没有？就这个楼，大概是这个楼的位置，就是房租会便宜一点，但是那个房不能买卖，因为什么呢？这我也直接可以说啊，这没人不能说，那是外交部的这个就是领导干部啊分的房啊，哈哈，知道吧？好地儿啊，现在都是好地儿，这些地儿都是好地儿。我操，你要我买我可买不起，我他妈抢劫去我都买不起的。北京的房子这么高，次过这个人行横道都得跟那个探好几次头，这边特别难过，路况比较复杂。砖石可以到国贸大北腰南。哎，这些当时都坐过啊，这个公交车还是挺有回忆的，对吧？这是八棵阳北街，这块就是首城国际啊。首城国际大概在那会儿看11万左右吧，还是9万、10万，我也忘了啊。这大致是这么个价格吧。然后刚刚那边南边那块也讲了啊，一路就可以到平乐园什么，包括那个还有一些老塔楼都在那边。那边建设会更早啊，这边会比那边略微再晚一些啊。然后你包括像劲松啊、什么农光里那边。你现在来说都是老社区了啊，就是这样。这相当于现在我走的就是广渠路的这个后身嘛，南边这块，对吧？就这大家知道为什么我在南边，不是在南边，我在北京也必须说东西南北了啊。你看这边属于朝阳劲松街道嘛，首城社区居委会，那这边嘛。哎呀，我当时买这个，现在卖了赚死了，看到没有？刚才其实在我以前居住那个小区，那小区还真挺安静的，那块儿坐了会儿啊，真很快，我靠，真的是这个辞职都已经这个2年了，然后去了重庆，去了2次，对吧？然后第一次回来又歇了半年7个月，也不是歇，也干点别的事儿，然后弄点什么那些我自己那些事儿，然后又去了重庆，这不又待了几个月吗？过得很快，真的很快。这个辞掉工作以后，感觉时间在飞速啊。这就是说，你过得有意义的话，你这个比较有记忆点，你知道吧？如果说你像在国贸工作那段时间，你这个如果说是没有记忆点，你觉得每天都一样，你就让我回忆那1年的工作，我靠！你要说我说哪天都差不多，人每天都很烦，都什么？那算了吧，歇菜吧。对吧？这个说一说当时工作，就是那上个视频，我没法说太完整，因为有东西我没法说，对不对？这我也没法说。
哦，这个健身小广场也改造了，多了一个打羽毛球的地儿。你看没有，这都改造了，以前不是这样的啊。以前就是一个健身小公园。你像啊，对吧？要不就是工作就是钱多，要不就是干得舒服，要不就是我情愿干，就是3点满足1点就行吧。你要是3点，这个如果都不满足，那这个就也是没太大必要啊。这就是首城国际，这我都进去看过啊。它这个它是人车分离啊，小区它这个地下有车库，比如你这个，对吧？你在这个坐电梯就能下去了。好，你看这个小哈士奇，吓我一跳，看没有？它这头套。好吧，那继续咱就往西走啊。这块就是这个首城国际这个商业楼啊，这也叫首城国际。然后这边就是它的居住楼，看没有？这是居住楼，是这样的。商业楼是在这儿，这就是我捡饭那个地儿，里头有很多，这里头也挺乱，就跟那个国贸那期那个建爱 SOHO 差不多啊，就是里头们都挺乱，外面看都行，你知道吧？但没办法，北京就是这个寸土寸金嘛，没有任何办法。就有的人说啊，北京这个居住人员多破，没那价格就这样，那你去看纽约一样啊，要不就是顶奢，就这么简单。它和南方一些新一线，比如成都、重庆那边，它的那个容忍度、宽容度会更高一些啊。对，然后这边有很多底商、汉堡王，对，我记得以前还有个真功夫，真功夫还在吗？你看这边小跑车也挺多，好车都挺多的。真功夫不在了，链家在，卖房子一直在。聚宝园是后来开的吧？聚宝园也在。然后我记得那边还有底下还应该还有个罗森的那个超市，那会儿玩那个宝可梦那卡片，我忘了抽卡来了。那会儿离职那暑假那年干了好多事儿。我当时那年，离职那年，因为那有摩托车在这边嘛，我的摩托车，我当时离职那一天，我就围着这块儿一直骑到那农光里那边，上农光里吧，那些就是那个北京市档案馆那条路。这个住这儿人都明白啊，就那么绕一大圈儿，我操，很爽。我有头盔我都没戴，就是什么俩字自由啊，那会儿非常高兴，好吧。哎，脏摊麻辣烫这个好像后来就一直有了，那边应该有一个便利店，这个爸爸糖也在，冉运动健身也在。哦，这个变了，这个以前是什么？以前也是个早点，忘了，还挺有名的，忘了，我真忘了。不是，貌似不是那什么。不是洋中国饭，洋中国饭只开在南边，开在大兴哈，那就不对，忘了具体叫什么了。你看这边这个武圣羊汤、饮酒超市啊，这些都在。这边开运动房、健身房肯定是没问题的，这是没问题的，因为这边年轻人嘛，年轻人都有这个健身的这个思想嘛，对不对？啊，罗森还在。哎呀，还是挺多回忆的这边。这个砂锅应该是新的，以前不是砂锅啊，以前不是砂锅。对，没说这边的那个房租。你看啊，就我举几个例子，同样是在这个三环，你看我这次拍这个九龙山平衡园这边吧，双水劲松这边在3环外啊。我到时候拍一期大红门，你们再对比一下，完全你感觉是2个城市的感觉啊，非常非常明显。就是丰台。丰台吧，就是到现在我都可以说它没有从南郊区变为这个所谓的城六，但是海淀和朝阳是早已从西郊东郊变为城六了，对吧？你现在说海淀朝阳，你说它是郊区，你人他妈觉得你有病，对吧？但是以前你跟老北京人说这都是郊区，但是你现在说丰台，我操，你说就是城六，就说如果一个外地人来北京很多年，他在丰台住过，你他会觉得好像丰台不太行，是吧？都有机会给他出一个大红门那一期啊，好吧？你看这边这些餐厅，这些餐厅都是属于比较年轻人喜欢的餐厅，什么火锅啊、夜市啊、夜宵啊，就是这边就有点那种，就是我也不能说是，也不能说是这种烟火气啊，是属于年轻人的气息吧。北京这个城市现在几乎就没有什么烟火气啊。刚才我以前在重庆时也说过，北京这个现在商业这个构造喜欢把一堆无论是牛逼不牛逼、平价不平价，还是就是奢侈的，全按在这个商业楼里，基本就是这个状态。停车牌我没说错啊，你看这边是
小车1块5吧，3环到5环，我能看见吗？是1块5，对吧？3环里是2块5，然后这个是巴克洋北街武胜北路，这个武胜北路，这个一路往南啊，就是往南走。现在咱们不是这个往西吗？往南就到了这个老劲松的3环外这块这个区域啊，什么这个武胜啊，什么里啊，什么这些都在那边，那边都是老楼了。那边以前是一个单位的分配吧，单位的分配的楼啊，也是福利分房，但那块是一个我不能说是厂区的分配啊，就是也是一个类似于大院那种分配吧，不是大院，就是当时这个单位啊，现在我一时间因为我记性我就想不起来了，对吧？就是那一片区，就当然也是邻里街坊都认识，是这么个片区。而这边呢，你看没有？这边你一看，为什么说品质稍微好一些？包括刚刚看双井都是后拆的，建的新楼，那边都是老楼，发展更早。然后这个乐城中心，记住3环路啊，就在3环路上，就是双井地铁站那个位置啊。哎呀，这边以前太熟了，我天哪，这天天你要住了1年多呢，春夏秋冬转了一圈，这地儿是以前他妈做核酸的，妈的！看看，是不是？你做核酸的地儿，你看这边还有，这是遗迹啊，还有个遗迹，肯定是做核酸的，那好多都没有了。在这块儿，你看，就这个地方，现在它是放上东西了。以前这块一下雨全是积水，这都是当时我的观察，好吧？就积水，你过了3天那水还在，2年前是这样的啊。然后这我也都一路往北骑过，一路就可以干到潘家园嘛，包括南磨坊、乡都能到。我说乡，它并不一定就是说不是就是到乡村了啊。有的这个外地的朋友不知道，南磨坊乡只是一个类似于街道名、乡镇名，对不对？你像这个朝阳最好的这个学区太阳宫还是太阳宫乡的，太阳宫可以来一期啊，因为我学校大学院那边。哎呦，北京真的，你看2期我说很多这。北京出视频太简单了，我真是随便说点，我都不准备，随便说，对吧？然后到这块就有点小乱了啊。这个洗车房还一直还在哈。然后往前走就到百环家园了，百环家园这边，我操，就略乱一些，好吧？这边就略乱一些，因为这边密度会提升一点。百环是不是拆迁呀？我不知道啊。百环可能是拆迁的吧，哎，无所谓，这东西就是看个人水平了。然后这个朝阳的图书馆也在这块儿，有一个也在这附近啊，应该就在前面啊，但我估计我走不到那块儿。然后再往前，再往南边可以到那个劲松电影院，因为以前劲松比较远嘛，所以劲松这边这些家属区啊，这些这个老旧小区，他们自己就会弄一个电影院，就是这样的啊，就跟北京大院里也会弄电影院嘛。你看这一排啊，这一排也都变了吧？以前我记得有一个就朝阳这边挺多的一个药房，是叫百康吗？还是什么药房？那个疫情的时候还在买呢。然后那年我看 YouTube 是 BBC 还是 CNN 还弄了一个那个报道，拍了一个照片就在这拍了。就是你看这些外媒的报道，他们这帮人因为都在东边嘛，都取景都是取的这边，你会经常看到。然后往前还有一个东区儿童医院啊，你看到儿童医院就说明到这个3环主路上了。这边还算，你看这边密度，电动车、汽车、快递车都在这边，然后你到3环主路上密度会更高。我就不往那边拐了，那边是一个坡道，这以前都走过。然后从那个坡道出来到3环，应该就是大北窑东还是大北窑南呀？就是也是一个公交车站啊，那边可以坐300这个外环，对吧？这边就是百环家园中路啊，也叫巴克洋东路啊。来看一眼吧，这边也好久没有来了。你知道这合成汇为什么火了吧？你看这边密度多高，天哪！你看那个大红门、丰台3环外也挺多人的，你一看，但是明显都不是年轻人，都老太太。北京那帮拆迁户在那边，消费能力他不能说不高，我靠，你让他在医院消费，他妈也高，但是他在商城消费不高。你可能买菜做饭人也不叫外卖，不在外面吃，不在那里头吃，对不对？那你说消费能力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扯淡，这就是有的外人不懂啊。那他妈这北京老少太消费能力可挺高的，在什么医院呀、在什么那些老的东西上，好吧。这边就是这个大概的一个状态。你看这边其实非常多居民楼，这就是朝阳啊，所以你可以看朝阳的这个发展，有一说一，还是非常不错的。丰台着急吧，丰台是一直不太行。一会儿到对面啊，前面有个路口也特别乱啊。然后但是你看这边，你看，然后前面有一个路口也特别乱啊。我看看现在还乱不乱？你看这块广渠路上，在这个三环边上的这个楼，看没有？这就是北京的市区，也就是现在在海淀、朝阳、丰台比较多的这塔楼，就是这样的塔楼，看没有？这是非常典型的北京建筑啊，苏联建筑吧。然后这边应该还有个检察院，对吧？第二办公区在这儿。哎呀，曾经都是天天走的地儿，马上到三环了，咱们现在过去，到这个对面，好吧？啊，这个路口整治了，应该。这个路口绝对整治了，还整治没整治？反正以前巨乱啊，巨乱，各种车，各种就是说都挤在一个口上，我操，太乱了。朝阳这边就是交通秩序会比较混乱一些，因为这个人口密度太多嘛，对不对？而且这么多地铁站都在这附近，这么多商场，但是应该差不多，也还是一样，没差不多。你看，它是混行的，看到没有？这个非机动和这个机动车，你看行程是混行的，就一直没改啊，看到没有？就是这样，但是它也改不了，一共就这么大的这个距离，对不对？然后它有转弯的，还有这个逆行的什么的。各种人，各种电动车，哎，这也没什么招。这怎么还有特警呢 ？OK， 那就又回到了广渠路了，回到了广渠路。哎，回到了广渠路。我看啊，我到这盆这儿，因为这边都是高楼，我怕他们高空抛物。我操！哎，看没有？这就回到了广渠路。这个就是三环双井桥。咱们从哪走过来呢？看见合生汇了吗？我俩能不能看见啊？在这块这么走了一下，从内部绕了一下啊，从这八棵杨这块绕了一下。然后你看这边这些塔楼了吗？这些楼，这都是最早建的一批楼啊。就这边还是他妈大农村的时候建的这个楼，我站的这个楼，看没有？就这种塔楼，这估计6、7万、7、8万啊，或者更便宜吧，现在不好说了，已经。好吧，然后我记得去年我来的时候，就是我已经在重庆那会儿，因为我去年过年回来一次嘛，就要搭那个大棚，跟他们那香港、纽约那感觉挺像的。就现在已经没了，它这个是可能做外墙的这个维护啊。你看这个楼，我随便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这样的。我小时候也住这种楼，你看这种信箱，那时候住这种楼还是好楼呢，还有电梯呢。这楼不要告诉我没电梯，我操！哦，这个不知道电梯在哪，可能不在这儿吧，反正就是这种楼吧。你看它是这样的，等于说它这一侧是住户，然后它这个是阳台，就是它阳台是对外面，这是一个连廊，就是这么个设计，这是为了就是增加人口密度嘛，啊不是为了提高容积量嘛，应该是有电梯的啊。然后你看这个东西，这应该就是当时以前。我不知道是不是以前扔垃圾啊？以前这种塔楼，北京都是可以扔垃圾的。到03年废电以后，就全部给取消封死了。这个没住过塔楼，你都说不出来，对吧？所以我的视频不白看啊。说实话，我很想把我的视频搞成付费视频，但是没办法，现在刚做这个 vlog， 我觉得没关系，咱们长期主义好不好？然后可以看看这些都是年轻人啊，都是年轻人，都是各种吧。这边老年人并不是特别多啊，你多的话，他也在年轻人显不出来了，对不对？所以说，等于说咱们就从广渠路一直走合生汇，一直从东边就走到西边来了，大概走了一个街区啊，一个区块，好吧？可能中国不叫街区，走了一个街道，一个区块过来了。你看这边就是这么乱，就是这么人多，你看电动车、摩托车、网约车、违停、垃圾桶。对吧？非常多元的一个区域，也有富人区啊，也有那贵的楼盘啊。这就是双井、九龙山、劲松
国贸的后花园啊，这么一个区域，这里什么人都有啊，什么人都有，非常有意思啊！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在这个片区住1年挺好玩的。你看这个视频，我不知道最终剪出来多长时间，但无所谓，多长时间咱都给它出来啊。能不剪的不给它剪了，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我要做一个就是个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纪录片嘛。因为你再过5年、10年、15年、20年，它不一定这个区域变成这个什么样的状态了，对吧？而且我是做一个非常个人化的一个东西。然后前面到双井了，咱们就走了一站地，这就是乐城中心，看没有？就是在这儿，那边好像也有蓝蛙，也有这个麦当劳啊，但我没在这儿吃过啊。然后那边也有一个中心，对吧？然后这个是北京最牛逼的机动车，非机动车，对吧？这高华户外传媒这块也是一个，所以这边这个中心特别多啊，这边的这些中心是特别多的。正合适，今天正好晴天，下午把国贸录了，然后晚上录这个双井劲松这边晚上还挺漂亮的。白天的话也行，就是白天会显得更乱啊。这是乐城中心，大家可以在网上看看那些双井劲松老照片。那会儿三安路刚建好的时候，你看这边什么样，就完全农村啊。当然，现在你在这边只要有1套房，我操，你就租出去，那也很牛逼的，好吧？然后这个蜜月冰城还在，这个我印象。那会儿2年前还在这儿买了一个冰激凌，6块钱吧，还是几块钱？这到地铁站了，好吧？那这期就这样，我简单回顾了一下我在这边生活了1年一些体验，当然我肯定说不全了，没办法，这个我也不可能完全，对吧？全部给他说完。而且这些我说的，我只是说，我这个生活过的这些区域，对不对？你要说一个我完全不知道，我给大家说半天，给大家介绍，什么维基百科给大家这个读一下，然后这个什么百度百科读一下，那有什么意义呢？看我这视频浪费时间，浪费你，浪费我的时间，对不对？这个就是地铁站啊，这应该是7号线站，明显看着不像10号线站，好吧？然后前面到了这个老太太卡拉 OK 的位置啊，你看还在呢，这个广场舞。在这儿，这就像我以前还跟我那会儿的朋友说过呢。我说他妈这个广场舞就跟我们年轻人去夜店，它是一个道理，也是干什么都有。有人就是跳舞，然后呢，有人呢就是社交的，对不对？只不过老太太、中国老太太他妈硬啊，他们在大街上弄啊，对吧？就是这么个状态啊。这就是到3环了，然后国贸。国贸那个商城，对吧？今天下午录的，然后那个 PICC， 这就是南边国贸，这个北京国贸的后花园。我2022年的10月到2023年的10月吧，在这住了1年。我大学毕业以后，反正也有很多回忆吧，在这块。然后以后呢，你看这个双井3环里都没说呢。这以前我也骑车嘛，经常骑一圈。我那会儿怎么骑呢？看着九龙山吧，刚才我路过，我这么一路。给它干到崇文门吧，应该是崇文门，然后往北到东四，然后过工体，到那个金泰路，转一圈应该大概20公里吧。我那会儿经常这么骑，也挺有意思。这边骑车挺不错的，就是有点乱，你小心点电动车让汽车别撞就完事儿了。这就是整体状态。你看这边今天是2025年的3月12号周三晚上7点18，人就这么多。你去南3环、北3环、西3环，不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啊。这边就这么乱啊，这边就这么的热闹吧。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它更是热闹区域。你看这个，刚才我说这广场舞，有一年我过来看警察的处理呢，处理完音响关了，警察一走直接继续跳，警察现在也不管了，估计。好吧，那这期就是这样。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给我3连关注啊 ，YouTube 点赞订阅，对不对？然后我的这些视频也在西瓜，也在 TikTok、YouTube、B 站。小红书都有发布。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有空闲时间也可以多关注一下，点赞一下，好不好？然后一定要关注我 YouTube。然后如果你有就是没事，或者你没看透的话，你可以在 YouTube 上再给我刷一遍，我也来获取一些这个观看时长，好吧？为了开通我这个收益嘛，因为做视频说实话赚不到什么钱。然后我也会定期开直播，然后如果你有一定经能力，你也可以来打赏一些无偿打赏一些这些直播的内容，好不好？
那就是这期就是这样。现在晚上8点啊，周三晚上8点，你看这个站台上已经没什么人了，但是你看这个车里的人，还是不少的，挤吧，少多了啊，这都不算人多，好吧。